潮州，一座集文化与美食于一身的古城，1680多年的历史，赋予了潮州深邃而厚重的文化底蕴。说起潮州的历史，就不得不提韩愈。唐元和14年，韩愈贬任潮州刺史，到任不足8个月，驱鳄鱼、修水利、兴办教育，当时的荒蛮之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到潮州的韩愈，品尝当地美食后，曾留下一首关于美食的诗句：“出南时宜，原18斜律。”诗中记录了第一次见到岭南奇异海鲜、品尝蛇蛙等食物的感受。彼时对潮州饮食莫不可叹惊的韩愈，应该想不到1000年之后，这座城市竟会以美食出圈，而诗句中提到的食材也被再次端上餐桌。22年前，张生接手了现在的丰春海鲜大排档，主营各种潮州菜。而最近几年，张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复原韩宫宴上。韩宫宴的考证主要来源于其诗句，但不少文中诗材如今已列入保护名单。因为菜单没法复刻，张生和厨师们只能从菜式调换到烹饪手法反复试验，以潮菜的精髓不负韩宫宴的名声。秋天是潮州物产最丰饶的季节，每天上午，饶平码头边的海鲜批发市场热闹非凡，鱼贝虾蟹进入1年里最肥美的时候。张生时不时带着主厨刘春岩到海鲜市场来，为制作韩宫宴寻找第一手食材。又再多来吧？你这个好笑啊！好，来。今天去海鲜市场进货，听说有重量级的食材，张生赶紧跟随渔民出海去看看。老六上嘢啊，佢。我老木成日所以半白能。咱们也袂驚咯。咱們也冇咩我成日。半斤啊，半斤強薄要力吧。這好。2个大響螺收入囊中，张生今天这趟算是不虚此行了。有了好食材，张生觉得还不够，转念一想，便从饶平回到市区。煮的如果规个丁好过啊，这个体质呢熟了水，这个煲呢就做到落去死来成了一根煲山煲这个意思。走夠啦，走。潮州自古是瓷器的主要产地和出口地，中国瓷都的浸润，让这里的厨师烹饪之余也很讲究美食美器的搭配。张生特地找了陶瓷厂定制了一批餐具，专供韩宫宴使用。在韩宫宴的菜式中，炭烧响螺当属其中最具怀旧色彩的。深海出产的响螺无法人工饲养，5到8年才能长成一个1斤半重的响螺，制作过程也颇费功夫。花雕酒加入响螺加热，在柔和的炭火中，螺肉收缩，将附着在螺肉里的粘液和杂质清洗出来。加入烧汁，文火烧制，不断转动，好让外壳均匀受热，以免烧焦爆裂。等到烧汁被螺肉渐渐吸收，响螺才算烧制完成。片螺肉时，
将螺肉上的老硬肉质尽数切去，只留螺肉中的精华。这时的螺肉细腻白嫩，鲜美脆滑。潮菜烹饪以海鲜见长，本港的七彩大龙虾，去除外壳和筋膜，只取中间晶莹饱满的肉身，在高汤中煨熟。有些炒菜看似清淡素雅，功夫全在背后。为了不破坏虾肉纤维，放凉后得用手撕成小块，才能体会到龙虾最鲜甜弹牙的口感。韩愈诗中提到的生蚝，厨师选用了传统小吃蚝烙呈现。潮汕地区在古代曾经是最大的蔗糖产区，造成了潮汕人嗜甜的饮食习惯。反沙芋头是潮菜的代表甜品之一，糖裹在芋头表面，犹如铺上一层雪花。有中国最高端菜系之称的潮州菜上溯汉唐，时至今日，潮州菜已经成为独具潮文化特色的中国名菜之一。一桌韩宫宴，从菜品、烹制方式到摆盘，都是潮菜文化底蕴与潮菜师傅高超烹饪技艺的呈现。今天，张生请来了潮州文史活字典曾楚南老师，对调整后的菜式进行品鉴。正是一直研究韩愈诗词的曾老师，最早提议将韩愈的诗句融入美食，才有了韩宫宴的诞生。而对张生来说，对潮菜的研究不会止于复原韩宫宴，把潮菜宴席推向全国，让更多人认识潮菜文化，才是他们努力的方向。潮州菜食材讲究，选料广博，做工精细，质鲜味美。食在广州，味在潮州。2000多年历史的潮州，正努力将传统美食传承下去。老旧的房屋，逼仄的楼道，隐于市井的正厨私房菜就坐落于此。郑主阳的父亲是福建莆田人，解放前就是潮州4大名厨之一。郑主阳是第2代主理人，如今也到了古稀之年，他的儿子郑成全便当了家。我叫了那个专门个那个有香啊河边那个井啊。好。今天一早，郑主阳便带着儿子去上水门的鱼胶店，为了一道老潮菜选鱼鳔。郑主阳是这家店的常客，小郑要接班，老郑就把自己多年来优选的食材供应商介绍给他。潮州菜的严谨必须从食材抓起。直片的呢，那有香啊的。这只就是毛头北蟹，也是公蟹。一公蟹就有2条线，有2条线。鱼胶是8珍之一，素有海洋人参之誉。潮汕人对鱼胶情有独钟，在当地，鱼胶是高档嫁妆，是高端潮菜必备的食材。今天小郑要学习的一道菜是鱼鳔焖白菜。这道菜首先要将黄鱼胶油发，鱼胶放入油锅后，立即会缩成一团，然后不一会儿会迅速的胀大。发大后的鱼胶颜色变得与之前不一样。
还要拿1-2块出来试一下，泡一下水，看里面会不会很粘稠。很黏的话，可能还发不透，那样焖起来就不行。油发的方法是提升鱼胶的脆感和嚼头，但会破坏鱼胶的胶原蛋白。如果想吃得软糯一些，要用水发的方法。香菇加入大白菜混搭，再加水，放入备好的鱼鳔翻炒，焖煮20分钟。勾点芡以后，还要再加点尾油，它那个油进去那个鱼票里面，吃起来就会烫嘴。看上去其貌不扬的鱼鳔焖白菜就出锅了。老父亲还要传授一道老潮菜——蟹塔，需要用到优质青蟹。郑成全便开车去青蟹圣地牛田洋。牛田洋因为咸淡水交接，水质好，特别适合青蟹的生长，当然价格也高。蟹塔主要用的是青蟹肉，所以郑成全需要挑选的是公蟹。10月也是公青蟹肥美的时候，母青蟹反而在夏季多高饱满。将蟹洗刷干净，去壳留用，再把蟹盖剪出直径3公分的圆盖当蟹塔的底垫。切入到較碎，有碎粒，還有斷線嘅，梗係接直㗎。把蟹放入蒸籠約15分鐘。只可以嚟等下清水。等來人力就有袋，有手啊嚟踢到，有蓋，有蓋，有好踢，對得去卡個。只韓力只踢只功夫過大，深脆脆都，你要卡你做一啲卡嘅我哋咪白。剔出蟹肉，將其剁碎，把蝦去頭去殼。拍成虾膠待用，把肥豬肉、馬蹄都切成細粒兒，加入蝦膠、蟹肉，混合一起拍成膠狀，釀在蟹殼上，用手捏成上尖下大的塔狀，拍上麵包糠。将油烧热到140度左右，把蟹塔放入油锅中炸至浅金黄色即可。郑成全以前在深圳闯荡，干过保险、广告。直到父亲渐渐老去，作为独子，郑成全决定还是回家，陪伴在父母身边，接下父亲名满潮州的手艺。今晚正厨私房菜客满，又要开始忙碌了。吹個蹦起來，該怎樣嚟蹦？这是我们潮州传统的老菜蟹塔。蟹塔入口，口腔马上变得甜美起来。猪油融化后，让虾蟹的鲜味更加突出。伴随着马蹄的爽脆，滋味妙不可言。只有亲自吃一口，才能完全懂得这道如此繁复的老菜味道。这都是蟹肉哦。软糯和清脆在嘴里形成巨大的反差。这道鱼鳔焖白菜，朴实无华中带着些许奢侈。一起吃。好，来。老鱼呀，老鱼呀！
顺德鱼生闻名中国，殊不知在广东境内，广府、潮汕、客家3大族群都吃鱼生，只是知名度不同而已。根据民间说法，潮州人从400多年前就开始有了吃鱼生的传统。入秋后，草鱼格外肥美。吃鱼生用的鱼，一般都是砂塘里养的草鱼。一条平淡无常的草鱼，在水质、水温、水氧量、饲养、挑选、运输都需层层严格把控，才能达到做鱼生的标准。放回去水毒的，第二个到看波，放个班就来。哦。程向前的侄子程于林跟着叔叔学手艺有2年了，刀工等基本功是过硬的。但是程向前还是不放心，经常要盯着侄子各方面的操作。做鱼生最考验的就是师傅刀工了，讲究快准狠。一大块鱼肉在师傅的巧手中，很快就变成了一片片薄如蝉翼的鱼片了。佐料分2部分，一部分是酱料。酱料的原材料有蒜头、香葱、红葱，加入精选花生油一起熬制。对季节温差、比例、火候的把控，是程向前的秘密武器。而这碗酱料却是鱼生的灵魂所在。每家鱼生店的酱料口味都不同。另一部分是什锦配料，一般有生切白萝卜丝、洋葱丝、姜丝、红辣椒丝、白蒜头片、金不换以及芫荽、芹菜等组成，还配上极具地方风味的腌萝卜干。一大早，程向前带着侄子程于林去海边，为小店挑选稳定的海鱼货源。我话早啲跟您联系啦，您该您来同合吧。来，谢谢。老五是饶平本地人，家里经营着几百亩鱼排，养了包公鱼和金头鲷，质量很高，基本上都出口韩国。程向前慕名而来，想直接找源头拿货，一来价格会便宜一点，二来货源稳定。这种鱼又叫黑包公，是潮汕人民比较喜欢的一种高性价比海鱼。新鲜的鱼肉无需任何调料，才能吃到鱼肉本味儿。原来好吃，我配料唔使拉嘅。你答问我。可能潮州人对于吃鱼生的传统是忙完一天的工作才能放松又认真地吃上鱼生，以至于潮州鱼生店一般只做晚餐和宵夜。薄薄的鱼片亮晶晶，吃时筷子夹起，微微沾连，加配菜酱料一起拌匀，一大口送进嘴里，鱼肉口感软中带韧，嚼之有裂帛之爽口，味道鲜甜清，杂糅各种配菜和酱料的香，味蕾丰盈饱满，各种味道争奇斗艳，但又没有抢了鱼生的风头。虾生也是鱼生店的畅销品，与潮汕生腌虾不同，虾生更加保持虾的原味儿。潮州一般以沙鲈虾为原料，从虾腹入刀，采取滚刀切法，切成摊开的虾片，刮除虾线，使其造型
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增加虾肉的欣赏感。蘸料一道，虾香和各式调味料混合在一起，肉质滑嫩，有弹性，鲜而不腥，独具风味儿。因为店小，做的也是街坊生意，利润薄。丞相前的店养不起2个大厨，程于林已经有计划自己开店了。潮州鱼生店也在这样的传承孵化下不断壮大。潮州菜烹饪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孙文生是潮菜的非遗传承人之一，也是潮州厨师协会会长。他每周都有3天在这里做培训。菠萝呢，来焯一下水，也就是让它也消一下毒啊。孙文生今天要去平林村，因为他接到一个重阳节的订单，对方要求上门做菜。这种方式在潮州叫办桌。罗喜亮是孙文生的得意弟子，以前在大酒店当总厨。因为疫情的原因，潮州餐厅受到大冲击，喜亮不得不另谋生计，办起了养殖场。好像是缺了一个手臂一样，他原来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嘛，做菜一直都是客人都非常认可的，就是可惜了。孙文生对此既无奈也没有办法，每次办桌都不忘叫上徒弟，希望他不要荒废潮菜手艺。啊，走。夢鄉啊，石夢鄉，伊那摸啲這個營養做，家庭啊做伙，伊那來做幾嘢啊，傳統名菜來可以食。好嘞，大家師傅就不來找你。雖然是賺錢多來點，但是也廚師也不能荒廢嘛，那是我的愛好。從小我就喜歡當廚師嘛。平林村还有个特产潮仔茶，孙文生这次要做的一道菜就需要用到这个茶。与潮州知名的凤凰单丛不同，潮仔茶是一种不发酵的炒青绿茶，口感醇厚，滋味芳烈，回甘力强。凡宗亲家庭逢红白事、长辈生日、迁居或游神赛会，都会邀请亲朋挚友前来办桌宴客。而那些靠上门替人办桌的厨师，做完了东家又做西家，所以被称为流动乡厨。孙文生并没有开办自己的餐厅，除了教学推广潮州菜，平时都是好友相邀去办桌。今天的宴席是朋友几家人欢聚重阳节，在韩江边的一个小院落聚餐。孙文生、罗喜亮2人马上忙碌起来了。茶叶捣成茶粉待用，将鲜莲子用开水煮1分钟之后捞起，下鸡蛋，打上生粉，下油鼎，等油温升至120度时，将莲子炸至金黄色，放水100克，加糖，烧至起小泡后，加入绿茶末和莲子，翻炒至反沙，装盘即成。薄壳16球是今晚最繁杂的菜。将薄壳洗净，放进开水，加入姜葱料酒，煮5分钟后，捞起去壳，肉待用。芹菜用开水煮1分钟后，撕成条待用。鸡蛋打成蛋液，下锅煎成圆形蛋皮。接着
着把薄壳米、五花肉丁、笋丁、金不换丁下少许油爆香，调味成馅儿料，分别放进蛋皮。用芹菜丝扎成16形。最后将包好的石榴球上蒸笼，蒸8分钟后装盘，上面放上鱼子酱，淋上芡汁即成。狮王蒸霸是一道老潮菜，酸甜鱼也是今晚的主菜之一。打上生粉待用。热锅下油，待油温升至150度时，将上好粉的石斑鱼头往下，鱼肉丝挂在头两边，炸定型后，整条放进油里炸至金黄色捞起，装盆。番茄、青瓜粒等爆香，加入酸甜芡汁推匀，淋在上面即成。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但并没有影响今晚重阳节聚会的如期举行。孙文生和罗喜亮师徒俩面对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升起雨棚，任凭风雨，热闹依旧。来，卡死来！薄壳16球的蛋皮吹弹可破，舌头轻轻一抵，薄壳米和猪肉笋丁混合熬制的汤水瞬间滑入，带着金不换的特殊香气，鲜甜无比。酸是很多潮州菜的特点，外酥里鲜，酥脆酸甜。这道狮王蒸霸没有5年的功底，难以成功。茶叶莲子黄中带绿，外甜酥里松软，鲜甜的莲子包裹着淡淡的茶香，一口下去，茶韵香情尽在其中。在潮州的美食版图上，小吃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个处处透露着讲究的地方，精细的生活品质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慢节奏。但离这里10几公里外的扶阳镇上，却是另一番景象。繁忙的工作让平时极为善谈的阿姨变得沉默，在富有节奏的律动下，一个个饼渐渐成型。上架、烘烤、刷蛋液，一气呵成。加班加点，只为了让嘴馋的食客能尽早尝到这份独特味道的腐乳饼。1926年，我曾爷爷在牌坊街开了一家饼店，一直传承下来，经过4代人，到我这一代近100年了。这位吃货糕点师叫杨航，别看他年纪轻轻，却从小跟着爸爸杨敏学习做饼。我爷爷就从饼店转成手工作坊，做完饼之后，我爸爸推了一部手推车，然后来牌坊街售卖。300年前，南乳实现了从腌制食品到点心的跨界，联手猪肉、大蒜、果儿等10几种配料，进行了一次味道革命，创造了一款酥香上头的潮州限定。腐乳饼的制作十分考究，猪肉要选取上好的猪背白肉，切成肉丁，加入大量的白糖与适量的烧酒，去除油腻，提前腌制1周，
方能得到莹润剔透、清甜爽口的冰肉。做饼时，头料先后有序，配料缺一不可。首先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苏打、食用碱、花生油和糖浆，用力揉搓形成饼皮。然后把提前腌制好的冰肉、炒香的果仁儿和适量的奶乳、米酒、高粉等搅拌均匀，以做馅儿料。包制后，再用饼印塑形。接受2次来自烤箱不同温度的热浪袭击，方能得到一份皮儿薄而不裂、馅儿薄而不漏的潮式美味。腐乳饼是单丛的最佳拍档，脂肪和碳水在口中相互作用，甜咸对峙，油酥鲜脆，再佐以芳香微苦的单丛，清爽解腻，回味悠长。腐乳饼想要走出去，口味创新是洋行尝试的第一个方向，于是便约上军师舅舅，2人开始琢磨不同風味的腐乳。只只應該我概念個色澤嗰啲話，都係叫佢搞好貴應該嚟講。你做拉布啊，會洗先啊？好。我鄧劉。哦，鄧來。我做咩㗎？準備我嘅好做嚟切咗個新烤餅。腐乳饼实验室的開啟，點燃了非遺傳承人楊敏的製作熱情。於是，這個臨時研發部又增添了1員大將。呢咗就整點曲吉內啊，阿公路點夠大嘢啦，呢條嚟卡後，啲種種落個邊度有嘢，這個就比較穩健，一個把膜，好了，給佢來杯烤，好。烤好的腐乳餅香氣四溢，誘人的金黃色外皮油亮飽滿。這隻梗係唔話要，係香辣，冇攰，冷咗流豆腐。後來切頭。呢隻嚟幫嘅，口感有打，呢隻唔使。唔係啊，呢隻有冇攰啊？呢隻介別抗嘢。呢隻可以作為推廣嘅。呢隻唔使。之前爆米勁嘅，介別我有黑幫。我有打爆米色卡。這次的嘗試雖然不算成功，卻讓洋行有了新的方向。腐乳餅想要打入年輕人的市場，走得更遠，除了調整口味，還需要借助新媒體的東風。我們可以通過新媒體去推廣腐乳餅，希望它能成為一種中式糕點，而不僅僅是潮州的一種特產。無論父與子、叔與侄、師與徒，潮州菜以任何關係在一代代中不斷傳承。他們靠着自己的身體力行，堅守着傳統潮州菜的傳承和創新，技藝和精神，他們才是真正的潮州味道。好來，聲音監控一下啊，就弄到嘞。這邊 OK， 收。廣東衛視美好生活倡導者。